有些情境你以为已经过去了，但它换了一种形式又回来了。也许是类似的关系，相似的对话，或是那种熟悉的不舒服感，在不同的场景里再次出现。一开始你会觉得只是巧合，再来你会开始困惑，为什么又是这样？你明明已经改变了，也明明努力让自己不再重蹈覆辙，但结果却好像绕了一圈，又回到原点。那种感觉会让人有点挫败，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根本没有成长。于是你更用力，你试图让自己更理性、更成熟、更能处理这些情况。你告诉自己，这一次一定要不一样。但越是这样，那份重复感反而越明显，像是你在一个看不见的轨道上，怎么走都会回到某个熟悉的位置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不再只看表面，你停下来问，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到底在指向什么？这个问题让你慢慢转向内在。你开始观察，当这些情境出现时，你内在的反应，那个瞬间的情绪，那个熟悉的紧绷，那个几乎自动发生的选择。你发现，外在看起来不同，但你内在的模式其实很相似。也许你总是过度付出，也许你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，也许你很快就开始怀疑自己。那些反应不是偶然，它们是你长期形成的方式，而这些方式曾经帮助你适应某些情境，让你能够维持关系，或是避免冲突。但现在，它们开始让你停在原地。当你没有意识到它们，你就会不断重复。不是因为命运安排，而是因为你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回应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点，一种新的空间出现了。你不再只是受困于结果，而是开始理解过程。你看见每一次重复，其实都在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重新选择。不是选择外在的情境，而是选择你要用什么方式回应。这样的改变一开始不容易，因为那些反应很快，很自然，几乎像本能。但当你开始有意识，哪怕只是慢一点点，你就已经在改变轨道。你可能还是会感到不安，还是会想用熟悉的方式处理，但你多了一个选项。你可以停一下，可以试着做一点不同的回应。这一点点的不同，就是转变的开始。慢慢的，那些原本固定的模式会开始松动。有些情境不再那么容易发生，有些关系不再那么紧绷，有些你曾经觉得无法改变的部分开始出现空间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反复出现的困境从来不是要困住你，而是一次一次地提醒你，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看见。而当你愿意看见，你就不再需要用重复来学习同一件事。你一开始不是这样想的。当事情不顺，当计划偏离，当你明明已经很努力，结果却没有如预期发展时，你的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理解，而是抗拒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还不够好？是不是应该再更努力一点？于是你开始补更多时间，补更多行动，补一个你认为应该可以扭转结果的方式。你不想停，因为一停下来，就好像承认了某种失败。于是你继续往前推，试图把一切拉回原本的轨道。但越是这样，那种不顺的感觉反而越明显，像是你在用力前进，却有一股力量
轻轻地把你往另一个方向带。那种拉扯让人疲惫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没有那么用力了。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你发现，再怎么推，事情也没有回到原本的样子。你停了一下，就在那个停顿里，你开始看见一些之前忽略的细节。你发现这条路其实一直有些不对劲的地方，也许是你勉强自己适应，也许是你忽略了某些不舒服的感受，也许是你早就知道这不是最适合你的方向，只是你没有停下来听。你选择继续，因为你已经走了一段，因为你不想浪费，因为你希望可以证明这是对的。但现实没有配合，它用不顺利的方式让你慢下来。一开始你把这当成阻碍，但当你不再急着对抗，你会慢慢发现，这些不顺其实在说话。它没有用语言，但它透过结果，透过卡住的地方，透过那种一直无法推进的感觉，在提醒你，这个方向需要重新看，不是全部错，而是有些地方需要调整。当你开始这样看待，你的感觉会变得不一样。你不再只是挫败，而是开始理解。理解之后，你会更容易松开。松开原本执着的方式，松开那个一定要成功的路径。你开始让自己有空间，去感觉什么才是真的适合。这样的转变不是立刻清楚，但它会慢慢带你靠近一个更一致的位置。你可能会转弯，可能会放下一些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东西，甚至会重新开始。这些都不容易，但当你走在一个更贴近自己的方向上，你会感觉到一种不同的流动。事情不一定变简单，但不再那么卡。你不再需要一直对抗，而是可以顺着某种节奏前进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那些不顺利的时刻，从来不是单纯的阻碍，他们其实在帮你修正方向。只是当你一直抗拒，你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。而当你愿意停下来，那些你曾经觉得困住你的东西，反而会带你走向更适合你的路。有一段时间，你怎么走都走不动，不是没有方向，也不是完全停下来，而是那种很微妙的卡住。你还在前进，却没有真正的推进感。事情没有崩坏，却也没有明显进展，像是整个状态停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？是不是方向错了？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？于是你试着突破，你想让自己更有动力，更有效率，甚至逼自己再撑一下。但越是这样，那种卡住的感觉反而越明显。你开始焦躁，因为你看不懂这段停滞到底在干嘛。你习惯把没有前进解读成问题，解读成落后，解读成停滞，甚至解读成退步。但如果你稍微慢下来，你会开始看见一些不同的东西。这段时间其实并不是空白，只是它的变化不在外面，它在里面。你开始重新感觉一些事情，你对某些方向的热情变得不一样了，你对某些选择的确定感开始动摇，你甚至对原本很笃定的东西产生新的疑问。这些变化一开始让人不安，因为它打乱了你原本的认知。但这些不稳其实正在发生一件重要的事，你的内在正在重整。那些过去支撑你的想法
正在被检视，那些你习惯的方向正在被重新排列。这个过程不会很快，也不会很明显，因为它不像行动可以立刻看到结果。它比较像是一种整理，把混在一起的东西慢慢分开，把不再适合的部分一点一点放下，让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慢慢浮现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急着突破，急着让一切回到有进展的状态，你其实是在打断这个过程。你会让那些还没整理好的部分再次被推进下一个阶段，于是问题会延续，那种卡住也会再次出现。但当你愿意停留，事情会不一样。你不再急着定义这段时间，也不再急着给自己一个结论，你只是让自己在这里，让那些还不清楚的感觉慢慢被看见，让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慢慢沉淀。这样的停留一开始很不习惯，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些东西开始清晰。你知道自己不再想走某些路，你也开始感觉到哪些方向让你更靠近自己。这些感觉不是被想出来的，而是在这段卡关里慢慢长出来的。于是你开始明白，你以为自己卡住了，其实只是因为你还看不见内在的变化。当整理完成，当那些混乱慢慢有了位置，你会再次动起来，而那个动会更稳，也更清楚，因为你不是被推着走，而是从一个更整合的自己出发。日子看起来没有变，同样的时间醒来，同样的节奏生活，同样的步骤一再重复。你没有停下来，却也说不出自己前进了多少。那种感觉不是完全静止，却缺少明显的推进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卡住了？是不是这些努力其实没有带来改变？是不是你以为的成长只是一种感觉？你会忍不住去比较，看别人的速度，看别人的成果，看那些看起来明确的进展，然后回头看自己，就更容易觉得停滞。那种落差让人不安，你开始想要加快，想让事情有变化，想让结果更明显，甚至想证明自己并没有停在原地。但越是这样，你越容易忽略一件事：改变不总是用速度呈现，有些转变本来就很慢，慢到你几乎感觉不到。它不会大声宣告，也不会立刻让外在出现明显差异。它比较像是在底下发生，在你没有注意的地方，一点一点调整。也许是你开始比较能觉察自己的情绪，也许是你在某些时刻没有再用过去的方式反应，也许是你开始对一些事情产生不同的理解。这些变化都很细微，细微到如果你只看结果，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但它们其实正在累积，一点一点地改变你的内在结构。当内在在调整，外在不一定立刻跟上，因为它需要时间，需要那些新的理解慢慢稳定下来，需要那些新的选择反复被练习，需要你在不同的情境里一再确认自己的位置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像停滞，但其实是准备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急着看到成果，急着让一切有感，你很容易忽略这些正在发生的转变。你会觉得不够，觉得太慢，甚至开始否定自己。但当你愿意换一个角度，你会开始看见，原来这些日子并没有浪费，
他们在做的事情不是让你立刻改变外在，而是让你变成一个可以承接改变的人。当这个累积足够，某一天外在会开始出现变化，可能是一个选择变得清楚，可能是一个机会突然出现，可能是一段关系自然的转变。那一刻你会以为是突然发生的，但其实它早就在这些看似停滞的日子里慢慢酝酿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那些你曾经怀疑的时刻，那些看起来没有进展的日子，其实都在累积一件事，让你一点一点的靠近那个真正准备好改变的自己。而当你准备好了，改变就不再需要被催促，它会自然的出现。你以为改变应该很明显，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界限，让你可以说，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。也许是情绪完全稳定，也许是不再被某些事情影响，也许是你终于成为那个你一直想变成的人。于是你等一个足够明确的时刻，等一个可以让你确定的证据。但那个时刻一直没有真正出现。于是你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变。你看着那些还存在的问题，那些偶尔出现的情绪，那些还没有完全放下的执着，你用它们来定义自己。你告诉自己，如果还会这样，那就代表我还没改变。这样的标准很严格，也很容易让你忽略一件事：改变不一定是完全没有，很多时候它只是不再那么多。你没有注意到，你已经不再那么容易被触动。你没有发现，你开始在某些时刻可以停一下再反应。你没有看见，你已经在一些选择里做出了不同的决定。这些变化没有消除所有问题，却已经在改变你。只是你没有承认，因为你一直在看还没有完成的部分。你把焦点放在差距上，而不是过程。于是你感觉不到进展，那种感觉会让人有点挫败。你好像一直在努力，却没有走到你想去的地方。但如果你愿意慢下来，稍微回头看一眼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，只是它们没有按照你预期的方式出现。它们没有那么剧烈，没有那么干脆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完成点。它们是慢慢发生的，一点一点的改变你的感受，改变你的反应，改变你与自己的关系。当你开始承认这些，你的内在会出现一种新的感觉，不是骄傲，而是一种安定。你不再那么急着变成别的样子，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在变。这样的知道会让你放松一点。你不再用否定来推动自己，而是用理解来陪伴自己。这个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更深的成长，因为你开始建立一种关系，一种你与自己之间比较温柔也比较真实的关系。而当这个关系稳定，改变会更容易发生，不是因为你逼自己，而是因为你允许它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不是没有改变，你只是还没有承认那些已经在你身上发生的转变。而当你愿意承认，那些原本细微的变化也会开始被放大，成为你真正能够站稳的力量。不是没有动，只是你还看不见。你站在现在的位置，看着自己的生活，看着那些还没有改变的地方，很自然的，你会下结论，好像还是一样。情绪偶尔还是会起伏，
某些困扰还在，有些你想离开的状态也没有完全消失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那些努力其实没有带来什么真正的转变？是不是你以为的成长只是短暂的感觉？那种怀疑不是很大声，却会慢慢扩散。你会开始不那么确定自己走在路上，甚至会想，是不是该再做更多？是不是该再逼自己一点？但就在这样的思考里，你忽略了一件事：有些改变本来就不会立刻被看见，它不是发生在表面，而是在内在的某个层次慢慢重组。像是土壤底下的变化，你看不到，却不代表它没有发生。那些你以为没有动的日子，其实正在进行一种整理。你开始重新理解一些事情，开始对某些感受有不同的反应，开始在一些选择里多了一点空间。这些都很细微，细微到如果你只看结果，你会觉得一切没有变。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，去感觉那些差异，你会发现，你已经不完全是以前的你，只是那个转变还没有完全浮出来，它还在酝酿。在你每一次没有那么冲动的回应里，在你开始愿意理解自己的时刻里，在你慢慢放下某些执着的过程里，这些片段正在累积，它们像是一种准备。当累积到一个程度，你会突然感觉到不同。某些事情不再困住你，某些选择变得自然，某些方向开始清楚。那一刻，你可能会以为是突然的改变，但其实它早就在这些看似没有变化的日子里慢慢形成。如果你在这个阶段过度怀疑、过度否定，你很容易打断这个过程。你会想把还没完成的转变硬拉成一个结果，但那样的结果不稳，因为它没有真正长出来。所以你开始学会一件事，不是催促，而是允许。允许自己还在变化中，允许有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清楚，也允许那些看不见的部分慢慢成型。这样的允许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，但其实它给了改变一个空间，一个可以自然发生的空间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不是没有改变，你只是站在一个还看不见成果的位置，而那些你以为没有发生的转变，其实正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一点一点的酝酿成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